因为当你听到主题曲的时候，你就会记得那部剧。像我们以前在，哎呀，我们要讲55岁的事啊。像我以前在看港剧的时候，比如说《上海滩》，对，当当当，我就懂它是上海滩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听到小鸟，就知道我们这首歌的听歌小鸟就是太阳下山，你早已就爬上来。对，就这个。哇，这成歌还蛮想唱的哈，我不知道，感觉上。没有，因为我说担心尤尼要唱，所以我先唱。哦，不了，大概先分。我们那个中国有披荆斩棘的哥哥，新加坡我们有青春小鸟。哦耶！对，我们刚刚就说嘛，有5位算是哥哥们的故事啦。然后志成哥，因为我自己本身也看了这部剧，我觉得我看了第1集，我觉得很感人。那么你演过这么多部剧哦，我觉得这部它跟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兴趣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因为就跟唱歌有关嘛。所以《青春小鸟》对你来说，这部剧特别之处又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很贴心，贴到我们的心了。像我们5位男主角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年龄都差不多是这样，就是55跟56，最老的是57呀。你说戏里的年龄吗？还是实际？真实年龄。OK。对，真实年龄最老的是57，所以我们另外3个是55、56。所以我觉得在演这部戏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都在演我们的年龄嘛。然后我也是喜欢唱歌嘛，对。所以在戏里面，林国成他也是喜欢唱歌的，所以都是有一个梦想，想要当歌手啊。所以我觉得就很贴心，很舒服的一部电视剧。可是差别就是剧中的林国成，他小时候没有追求他的梦想，到了这个年龄才追求他的梦想嘛。但志成哥你自己本身是从以前就已经开始唱歌到现在，所以唱歌的那个热情，你是怎么维持的呢？因为我很爱唱歌，就好像我很爱我老婆一样，对，那个热情也是一样。老婆在这边，老婆有来。他应该会看。因为有很多人订 video 飞给老婆。哎呀，刚刚那句我们没有听到了。哎呀，所以你唱歌这么多年，维持的热忱又是什么呢？是因为如果当你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难不会去喜欢的了。就好像我们演戏的话，我们喜欢演戏，我们从头就开始演戏的话，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演戏。我觉得我年轻的林国成没有追到梦想当歌手，但是他追到如玉，对不对？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不用实现梦想，可是有对的对象就是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志成哥转向成俊因为成俊在剧中的就是饰演年轻版本的志成哥嘛。是。所以这部戏去 audition 的时候，是不是要会唱歌、会弹吉他才可以演这个角色呢？其实他们是有跟我们讲如果国成这个角色是需要弹吉他，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是应该是不会给我做国成吧，因为我都不会弹吉他。结果他们就说，成俊你好像最适合当国成，你可以去学吉他一下吗？我整个人就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你最适合演志成哥？其实我有在后面看，他不懂，他在 audition 的时候不懂，我在后面看。是你自己我在那边看，他说对，这个可以，他眼睛够小，这个眼睛够小可以用。我觉得他眼睛蛮像的，跟我蛮像。有一点呢。对。而且我觉得很像的是那个剧里要 QQ 的头发，要卷发，对。对，你也是有卷到那个头发吗？有，所以我跟志成大哥都是，他是跟我讲，他觉得我们年轻时候应该有一个特征嘛，所以他觉得就是卷发是一个80年代就不要这样，我们是 natural 科来的。natural 科，对，没有去电的，没有电的。好了，所以你看这部剧的时候，你看到头发 QQ 卷的年轻版本的是成俊，然后那个中年版本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志成大哥了。这个有一个故事的，为什么他们要特地 Q 那个头发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他们。Eunice， 这次看你拿了那个红星大奖最佳潜力星之后呢，又有一部新的作品了，所以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在剧中的角色呢。剧中的话，我的年龄就非常的小。剧中你实际年龄小你不是才15岁吗？其实可能跟现实年龄也差不多啦。剧中只有18岁。OK， 对，是一个叛逆少女。然后我的对手戏比较多的是跟汉伟大哥，因为他是你爸。对，然后还有国祥，一位男演员国祥。一开始跟汉伟大哥合作的时候压力蛮大的，因为他是师弟嘛。对啊。然后合作过后才发
发现他真的人很好，然后也很帮助新人。 OK， 不过没关系，今天汉伟大哥不在，你可以尽情的说。他没有坏话，他没有坏话。因为你们在就因为你是一个叛逆少女嘛，然后他是你的爸爸，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分享更多你们剧中的这个互动？其实，在戏里面，我跟汉伟大哥那个互动的方式，跟我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的沟通的方式很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我很难抓到跟戏里面跟汉伟大哥的那个沟通的方法，就是太过不礼貌也不对。太过礼貌也不对，因为我本身真实的家庭的话，讲话都是非常礼貌的，非常传统的。真的吗？对，所以一开始我要演跟我爸爸讲话很不礼貌的时候，我真的演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演。然后那时候汉伟大哥有跟我讨论说，你的家庭是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我讲对，他就说，不然你可以尝试这样那样，或者是我们在拍摄的片场，他会设计一些动作给我做，让我觉得比较舒服。所以也让我跟汉伟大哥在戏里面的一些互动比较真实。OK， 我觉得是自然是很重要的。那像是志成大哥，你自己跟你的小孩，他们对你说话是很像客客气气的，还是比较 casual 的那种？他们在小的时候是很客气的，当他们到了这个 teenager 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不礼貌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嘛。你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我其实是非常有礼貌。真的吗？对，你在 teenage 的时候会没有礼貌吗？我没有一个叛逆期，所以我没有叛逆期哦。对，他们现在是叛逆期，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暴躁一点。所以你没有叛逆期的？我觉得我是没有的。你有没有叛逆期？我没有哎。你有没有叛逆期？我觉得有哎，或多或少会有。对呀，一定会有叛逆期的。所以我在看到我儿子的时候，他现在叛逆的时候，我就回想我以前其实他还好，我比较假烂。那你们做过最叛逆的东西是什么？哇！你们两个也要想哦。OK， 我可能就是上学裙子会穿比较短一点啦。那个是摇是吗？那跟叛逆有什么？对啦，摇那也是叛逆青春期的一个爱美嘛。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最叛逆应该是打架嘛，逃学。逃学是常发生的，对，常发生的嘛，这个以前，现在怎么会？但是所以这一段应该不要让我儿子看到。妈妈说，你教儿子逃学啊？我没有教他，我以前逃过学。小时候不堪回首的过去。是，那不好的事对吗？这个是因为叛逆期，对，那个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叛逆期，可能就是最惨的就是到家没有打给妈妈，没有报平安的人，就这样。到家什么？没有打电话给妈妈，这不算吧？这哪算了？那你如果没有回家，可以要跟他报备吗？就迟回家。可以，可是到家就是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到家了。有这个男朋友很好嘞。对啦。有你喜欢这样子，就是很乖的男孩吗？我不想被他的女粉丝打了哈。那你自己呢？你有做过最叛逆的事情？应该就是没有去上课，然后跟同学去吃饭之类的吧。那个还说没有叛逆期没有去上课就是逃学啦。你就是跟 Kevin 苏志成是一样 level 的。对了，逃学吧，这个还逃学还好啊，他说还好啊。偶尔。最后都考得不错啦，对吗？成绩还行，成绩还行，那是关键，那是重点。那戏中的成俊跟那个凯明哥，你们因为你演他小时候嘛，所以在剧中你的那个人设是读书很厉害的吗？还是没有动到课业这一部分？我有问过志成大哥，他讲就在剧中对，我就说他剧中他应该是很会读书吧，他讲。他当老板啊，到后来他是很有热情，他做事专心认真，学习我们就放弃。对，其实我在想，会弹吉他的像我们新加坡会弹吉他的，除了梁文福是弹钢琴的，弹吉他的黎费辉、巫启贤，还有谁？吴佳明，陈佳明他是弹钢琴，对，所以弹钢琴的读书比较厉害。像我这种弹吉他的，读书的全部都不厉害，因为我们都很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钢琴很难搬着走。我们弹吉他的话，可以拿着吉他到处去唱歌给人听。对啊，所以我们功课怎么会好呢？
OK， 不过但是你是剧中的这个角色啦，是。是。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嘛，他们两个都 Q 的头发，卷的头发，我当时就很不了解，为什么要特地有这个卷头发的这个形象？因为看志成大哥他就说他出国拍戏的时候很早4点就要起来弄头发嘛，程俊也是要，所以为什么要特地？在5个人当中，你的是卷发的。对，为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在戏里面哦，我一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联想到韩剧啊。韩剧如果大家有看的话，就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胖，稍微体型比较胖，头发卷，然后但是那个很好笑，他是那个黑色幽默的那种，走那种路线的那种。欧巴这样。对，欧巴。但是我一看到这个林国成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角色。想到那个角色，我就直接跟我们的监制说，我就说 FFA， 我想说这个林国成一定要有卷发，我可以去电头发吗？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电头发也太 over 了 over， 我们新加坡剧不会接受的。我就说我们不要这么封建，对，我们要接受嘛。他说不可以，我们 open。他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演比较踏实一点。我说 OK。第一天去做造型的时候，志成来，过来，你去卷一下你头发咯。我说你不说不要卷哦。一卷完之后 ，OK， 这个造型好适合为什么不要给我直接去电呢？你给我去电，我就不用每天早上起来化妆了吗？他怕伤害你的头发啦，因为你去电的话，等下志成那个程俊不要电怎么办？对，当时我在参加才华横溢。如果我头发是卷的，我觉得我走不到。可是我觉得这个卷发的走的这一步很对啦，对不对？那我们更入戏，然后有区分，因为通常那个比较幽默的角色，他真的都是头发 QQ 的，所以在剧中也是，虽然弹吉他很深情，可是也蛮搞笑的嘛。搞笑是文龙啊，我是配合他，但是我又看到文龙，因为他的身材越吃越胖，我就不忍心在他镜头上5个人的话。4个瘦的，他一个胖的就不大好看了，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吃。委屈你了，志成哥。是我不牺牲的话，谁来牺牲？你不可能叫汉伟来牺牲嘛，你不可能叫天才嘛，对不对？荣耀他也是要保持。就我跟文龙两个，你看我的照片，对不对？对，你看我们特别穿黑色，他还用这个 jacket 遮住肚子，因为他刻意穿线条2个 finger stripes， 他看起来瘦。对，看起来比较瘦啊，你看。你看他最苗条了，对，5个人的形象跟故事都有真的是区分开来。我要问程俊了，因为头发很容易模仿嘛，圈个头发就好。可是你要演年轻版本的一个人，你要怎么做功课，演得像志成大哥呢？其实我也是有这个小小的压力，因为我是怕我跟他演的角色有点。不 match 他不可以有违和感。对，所以制作组就是安排了，在开拍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聚会，我就跟志成大哥聊，我们应该有什么特征。他有跟我讲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有这个 pose， 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弹吉他啦，还是追女生啦，都要很有热情。对。所以怎样，志成哥看了他的表现，你觉得相似度有几分？其实我们5个人呢，看到我们的这个5个人的前身我觉得他们都演得很好，他们都很棒。只是说你拿第4名可能就不大公平，他应该第2或者是第1名的。不要再提了，对，不要再提了，车子不见了，不要这样说，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幽默，他们有真的在看我们的戏，但是有在看我们到底我们这5个人是怎么做，怎么演出，他们也真的有在模仿，我觉得他们都很棒。都有做足功课啦，这很重要哈。我相信 Eunice 也是有做足功课的，因为这次演叛逆少女，所以我相信感情的部分应该是要去拿捏，然后要去培养的嘛。所以这部《青春小鸟》跟汉伟大哥对戏，还有你自己其他的戏份，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呢？其实对我来说最深刻的有一场戏是，汉伟大哥需要抱着我跑。而且还要下楼梯，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剧当中？这个就不要剧透，让大家知道。可是这一场戏，汉伟大哥需要抱着我跑下楼梯，要跑很快的那一种。然后其实当天我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你要减肥是吗？对，但这样已经够瘦了。午餐我真的都不敢吃。可是虽然讲不敢吃，可是当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饿，然后吃了很多，所以有点对不起汉伟大哥。所以你的压力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在里面我很多跟爸爸的情感戏，要哭的啊、吵架的啊、委屈的啊。
然后汉伟大哥很贴心，因为他知道我可能拍戏的经验没有那么多，所以他有时候都会跟导演说，不然先拍我的部分。哦，他说导演先拍他的。就先拍汉伟大哥，让你可以准备，要先拍我的，因为要先拍。因为我们酝酿情绪的时候，如果你演过一遍，你过后因为再演多一次的时候，可能你的情绪会没有那么饱满。所以他一开始他会跟导演说，先拍我的部分。所以拍完我的部分到他的部分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你不要那么压力。你就算没有像刚刚拍你的那么情绪饱满也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来。哎呦，好贴心哦！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压力，反而我会给到更多更好的那个情绪出来。然后让整个观感更加的自然。对，这是我看《青春小鸟》这部剧，我觉得你们当中的互动其实都是非常贴近生活、很自然的互动。所以像是程俊跟云林，因为你们是像是新秀嘛，入行几年的时间，拍这部戏哈，就你们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我第一次可以说是要演一个那么是重吗？就是要交代哦，因为我们两个的角色是很相似的，所以如果我做的不好，他的角色就会大家看了会觉得有点奇怪。有一个连接性。所以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就是我可以跟志成大哥合作来谈这个角色，来discuss 应该做什么功课之类的，还有给你一些具体的建议过。具体就是 specific tips。我记得我们年轻版本的《青春小鸟》，我们练拍戏，他们就在那边看。志成大哥看到我的戏，他就跟我讲 ，chill， 不用那么紧绷的，我们国成是 OK。然后我就OK， 我就 realize 演戏可以这样。但志成大哥，我想要问那一场戏，你为什么会注意到他紧张，然后叫他放松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有我们在场，那我们在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对吗？对，那是我们第一次碰面练习的时候，所以他们在演一场戏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看嘛。所以我们在那边看，有人在观看的话，尤其是这些老鸟在那边看的话，肯定会紧张。所以他在演的时候，他有点 tense， 这个肩膀就已经缩起来了。然后他讲话的时候又有点硬，所以我会走过去跟他说：“哎 ，relax， 不要那么紧张。”有前辈指导，这是最棒的。对，当我们是透明的就可以了。我们是谁？很难很难。我们是透明，真的非常难。我们也没有发你薪水，对不对？管我们干嘛？是我的话，我也不管这五个老人家了。OK， 不过最后的表现可圈可点啊。非常好，我觉得他们非常努力，也演得非常到位啊。好，那 Eunice 呢？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多的是什么？我觉得收获最多当然是可以跟影帝对戏，当然学到很多。他也给我很多就是在演戏方面的一些建议，因为我是那种如果对手演员是很资深啊，或者是我会主动去发问的那种，我会问他，汉伟大哥，你刚才是怎么样做到这样的？对，不会排斥，会勇敢的问，对。然后汉伟大哥也很 sharing， 他也跟我讲很多在拍戏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然后跟工作人员应该怎么相处。然后而且在这部戏里面，我有很多情绪戏，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就可能在我下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可能会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因为在这一部的话，我觉得至少有比我上一部进步。OK， 我觉得这部戏看了你会有轻松笑的部分，可是也会有比较催泪的点啦。比如说，除了戏之外，歌曲的部分也是会让我们很容易进入感情、进入情绪，跟可能落泪的部分。这一次志成大哥你应该蛮爽的吧？除了拍之外，你也唱了蛮多首歌的哈。可能不会用“爽”这个字，用累这个字。I knew that。因为我在拍戏的当儿啊，因为比如说一场戏，比如说后天要拍一场戏，然后比如说下个礼拜要拍的一场戏，需要我那首歌，我就得在现在我一拍完之后，我就马上去录了。因为你是那个当中唱最多首歌的，对吗？总共有几首啊？
10首吗没有，总共应该有7首吧，但是我要唱不同的版本。？OK 所以 OK，唱到来大概有10种版本左右，不一样的歌曲，也不一样的版本。所以如果说唱歌的话，我下个礼拜我要录，我要拍这场戏，我现在我就要去录，我还要现在要去学这首歌。然后我现在学这首歌，可能有些时候要自弹自唱，自弹自唱的话，我又想说我要在当场录。现场录收音呢，还是我先预录才去拍？后来我们还是挣扎了很久，还是收当场现场的音比较好。哇，对，所以这些都会很累了，但是都很开心。而且可以在一部戏当中听你唱这么多首歌哦，我觉得也是我们观众很幸福谢谢一点。尤其因为这部《青春小鸟》嘛，我说的是5位中年男子、中年哥哥的故事。这个问题我在空中问过你，可是我想要在这边再问过你多一次，就是你演《青春小鸟》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共鸣是什么呢？这个最大的共鸣，我觉得就是要提醒我们呢，在林国成这个角色，这个共鸣就是在55岁的时候，很多人当我们到55岁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万一我失去了工作怎么办？万一我扭伤了脚怎么办？万一本来我有一个梦想，但是我55岁的时候，我还是不是想要去完成这个梦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不管你什么年龄啊，就是你80岁也好，100岁也好，只要你还活着的话，我觉得我们人生就要有一个梦想。是。所以在林国成这个角色里面，他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位歌手，要自己出唱片，他就朝这个目标去。所以当然他的情况会比我们大众会可能条件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梦想，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朝这个目标去，你做人才会有意义。我觉得。找自己跟追梦不只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它是会伴随着每一个阶段，你都会在探索一个新的自己跟新的一个梦想。那最后Eunice 跟程俊，你们有想过自己在55岁的时候要做一些什么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吗？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去出国啦，出国在国外可能退休，有一个田园。55岁退休啊？我希望非常要努力的工作。我想要去一个比较 chill 的地方然后有田园的地方。其实为什么要这么早退休？因为我喜欢出国，我觉得出国你要有体力，趁你还有体力的时候。但是55岁、65还有体力吧？就我可以先出国，然后几年再回来嘛，也是可以。但是就是想要在可能55岁的时候有这个出国 chill relax， 做一个甜的那种生活啦 ，peace and quiet。来，你们呢？你们有没有想到自己55岁的样子是什么？55岁，我希望我55岁还是一样，可以每天1个礼拜可以去3次gym。好励志哦！我希望我还可以保持，然后我希望我55岁的时候已经财务自由了。然后财务自由。对，在我工作方面，我可能会以我的喜好为主。对。所以你的喜好是什么？现在？喜好就是去 gym 吗？除了去 gym 之外，可能可以开一间服装店。其实是以前我有这个梦想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在之后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梦想。好，大家要来支持哦！我先预告一下，我们先约好。但是你说到 gym 我认识一位我朋友的那个奶奶，她80多岁了，她还是每个星期会去健身房。So it's possible。向她看齐。对，然后这真的是整体看起来更有活力、更加健康。那程俊呢？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可是我觉得55岁希望是有个自己的家，就有老婆，有家庭，对，工作就不用那么辛苦，开开心心过日子就好了。OK， 很好，简单。为什么没有问我？这时候大哥，对啊，我就是要问你现在对你人生当中还有什么要完成的梦想呢？我觉得你好像都完成了，没有遗憾了嘞。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们年轻嘛，所以你们的想法是到时候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今年55了。我想说55，我还要继续工作了，不要退休了。因为当我一退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了。会有点空虚是吗？对，有空虚。每天对着老婆，我多么爱她，我还是会
就大家想看到他的嘛，是不是？哎，好，这段我们约好，不要删给他哈，不要删给没有，老实说，其实我55岁的时候，我想说，我想要工作多10年。65的时候，哎，我想再工作多10年。75的时候，如果还可以的话，我想再工作多5年。哇，我觉得我需要一直在工作，我不工作的话，我会真的不知道干嘛。所以会看你演更多部剧，唱更多首歌，有更多的活动，更多出现在广播。广播我喜欢的，只是广播不知道有没有还要想找我一句。一定会啦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管是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有自己要追求的梦想。那这部剧呢，《青春小鸟》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来，最后志成大哥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这部剧呢？青春小鸟，我觉得他们的 budget 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很有电影感，我喜欢。第一，它有电影感；第二，有5位男主角。你有看过哪一部新加坡电视剧、本土电视剧有5个男主角？今年最多帅哥的一部剧，对，最 man 的一部剧，最多老帅哥的一部剧。而且我们这部剧里面有5个男主角，最贵的王天才。可能是汉伟是最贵的，2个最贵的王天才、陈汉伟，这2个之后还能请另外一个叫做黄宗耀，另外最后2个最贵的 KLF 姚文龙、苏志成，有我们5个人的话，你觉得 budget 是不是很高？budget 高的话，我们还可以拉队到泰国和蔼拍这部电视剧，budget 是不是更高？有 budget 拍出来的电视剧，是不是一定要收看？好，对不对？像我们现场看，我一眼望过去大概年龄，你们大概小我20岁左右，开心吗？开心就对了。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就看《青春小鸟》的话，20年后你们看，再到你们这个55岁的年纪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说啊，当时我就是看了《青春小鸟》。现在我这55岁比较容易过，听得懂吗？所以这部电视剧《青春小鸟》一定要锁定。我们已经播了3集了是在这个电视8频道播了3集。如果大家有点耐心，不够耐心的话，可以上 MeWatch 看。subscribe 的话，我已经看了8集了。对不对？当然要 support 啦，对。那一天我老婆睡觉，我开小声在看到凌晨4点半，对，所以我觉得很少会看到电视剧你看了一集之后，你要继续追看，看到我没有了，要再等，苦的等接下来几集的播出。好啦，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呢，周一到周五，如果你要锁定8频道的话呢，就是晚上9点钟。那么如果你迫不及待呢，跟志成大哥一样心痒痒要看MeWatch 的话，可以让你免费随心选看，非常有质感的一部剧，非常励志的一部剧，我们一定要支持起来了。今天我们要谢谢3位重要的卡司，谢谢程俊，谢谢志成，谢谢 Uni，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谢谢。好，不好意思，我又忘了我们要拍照。来，我们拍一个照片吧。我觉得我是那个要补脑的人，来。